这是星爷脸色最难看的一次，也是香港金像奖历史上最饱受争议的一幕。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尔冬升、旺角黑夜。那是在第2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礼上，当时周星驰带着他的心血之作《功夫》手握16项提名，气势如虹的入场。在几乎所有观众和媒体的预想中，这都将是周星驰彻底封神包揽大奖的夜晚。然而当奖项逐一揭晓时，现场的气氛却陷入了微妙的尴尬。最佳导演奖颁给了执导《旺角黑夜》的尔冬升，最佳男主角由出演2046的梁朝伟夺得。最佳男主角今日可以攞到呢個獎嘅人呢，實至名歸，因為佢實至名歸原因唔係佢嘅演技，係佢完全配合我講巢皮佬嘅條件。梁朝偉。台下的周星驰脸上的笑容瞬間消失。更讓人感到諷刺的是，當晚分量最重的最後一個大獎，最佳影片依然頒給了功夫。最佳電影功夫，導演沒能拿到最佳導演，主角沒能拿到最佳男主，卻把代表電影整體最高榮譽的最佳影片給了他。這種自相矛盾的評判標準讓台下的氣氛降到了冰點。直到這一刻，或許周星馳才真正看清，在一些自詡專業的影評人眼裡，他的無厘頭喜劇似乎始終難以登陸所謂的藝術殿堂。我們不妨來看看當年的獲獎作品《旺角黑夜》，是一部製作成本1500萬港元的寫實犯罪片，講述了來自內地的青年來福為了尋找失蹤的女友來到香港，卻誤入歧途被親戚騙去做殺手。在這個過程中，他偶遇了同樣來自內地的妓女丹丹，兩個身處社會底層的邊緣人，在這片魚龍混雜的土地上產生了一段短暫而又脆弱的溫存。整部電影彌漫着一種宿命的絕望，將香港底層的殘酷與黑暗剝離得淋漓盡致。導演爾冬升向來擅長關照現實，聚焦人文議題，這種沉重深刻且帶有強烈社會批判色彩的風格，恰好精準地迎合了當時金像獎評委的審美偏好。在他們看來，這樣的作品才叫藝術，而功夫只是一部讓人大笑過後的商業爆米花電影。然而評委們卻選擇性地忽略了兩部影片在市場和文化傳播力上的巨大差距。在香港本土，功夫斬獲6128萬港元票房，問鼎年度冠軍，而旺角黑夜僅有765萬港元，相差整整8倍。在內地市場，功夫狂攬1.6億人民幣，同樣傲視群雄。而旺角黑夜僅收400萬人民幣，差距達40倍。在國際上，功夫更是在72個國家上映，影響力輻射全球。而旺角黑夜在海外幾乎沒有聲量，這種差距已經不能用簡單的商業成功來形容，甚至連上台領獎的爾冬升自己臉上都寫滿了意外，直言沒想到能贏過周星馳。那麼當年的評委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抉擇？深層的原因或許是根深蒂固的行業偏見。在當時的港圈影評界存在着一條潛規則，喜劇等於純娛樂，而不等同於藝術。周星馳極致的無厘頭風格常被部分評委貼上喧鬧浮誇的標籤，哪怕功夫在動作、特效和美學上都展現了極高的完成度。其次是人情世故與性格使然，周星馳在業內特立獨行，不喜應酬社交，在片場對創作的要求苛刻到近乎偏執，無形中得罪了不少人。而爾冬升出身於電影世家，在圈內長袖善舞，人脈深厚。最關鍵的是那個時代港片創作者的集體焦慮。2005年香港電影產業面臨萎縮，好萊塢大片步步緊逼，評委們急於通過獎項來證明香港電影仍保有藝術風骨，因而刻意排斥商業上獲成功的作品。在他們眼中，如果把最佳導演給了一部全球大賣的商業喜劇，似乎就等於承認香港電影只剩下了商業。那一夜之後，周星馳再也沒有出席過金像獎，甚至連與他合作多年在商業電影上各樹一幟的王晶，後來都公開為他抱不平，認為這極不公正。說到周星馳這麼好，他拿過幾次影帝，這是不公平的，完全不公平的。光陰荏苒，20多年過去了，如今還有多少人能清晰地回憶起《旺角黑夜》和2046的劇情？而功夫卻被《時代週刊》評選為年度世界100大佳片，至今仍被無數影迷反覆解構與致敬。其實，《旺角黑夜》無疑是一部優秀的寫實主義佳作，但金像獎當年的局限在於藝術的定義限制的過於狹隘。他們承認悲劇、黑暗與沉重是藝術，卻忽略了歡笑、熱血與希望同樣具有撫慰人心的藝術力量。讓人流淚固然需要功力，但能讓人在開懷大笑之後還能品出一絲生活的酸甜苦辣，或許是更難攀登的創作高峰。獎項的歸屬終究是一時的，而作品的生命力才是永恆的。時間用最客觀的方式給出了它的答案。評委可以有偏好，但觀眾的記憶才是對一部電影最公正的加冕。